嘿，大家好，欢迎来到黄老师频道。今天终于到了我们小泥巴车提车的这一天了。大家可以猜一下我买了什么样的车，是哪个牌子的？那我们现在就去看一下吧。OK， 现在我们来到了这一家店，这就是我要今天买车的这家店。不是当时有看到的那一家，我换了一家店，因为这家店比较便宜。今天我们是提的是哪一辆车呢？我暂时现在还没有进去啊，我已经看到我的车，应该是我的，那就先这样吧，我们先进去看一看。OK， 我们现在已经骑上了新的车了，看这是啥？今天提的车是阿普利亚的 RX125， 125cc 的。作为第二辆车的话，我觉得 125cc 的这个还是挺不错的，而且，对吧？这一个排量里面的越野车的话，只有它这一辆，可以说是这一辆车是在这个排量里面的王者了。首先呢，我让他先装了什么呢？手把加热，这个是必须要有的。这个现在没有，我已经吃不消了。人嘛，上了年纪之后就会感觉冷，对吧？大家现在基本上还年轻，还没有这个感觉。我已经是，一会儿就冷了，挺不错的。这个声音的话，而且还是挺温柔的，不错不错。然后我还给他加了这个USB 的电源。这个也挺不错的。现在戴着手套不太好打开来嘛，反正就是这个样子了。OK， 让我们骑起来吧。一档里面进去，这个一档好像有点难进，要稍微动一动才能进得去的。这个起步，这个起步挺给力的，力气还是挺大的。我还以为125cc 没有什么力气，这起步的力气还挺大，不错不错不错，比我想象的好得多了。这个抖的有点厉害。这辆车的挺不错的，挺不错的，哈哈，这个力气挺不错的。我125cc 停下来的时候，大家可以听一下，这个声音其实是非常小的。我呢是比较喜欢像这种声音稍微小一点的，因为你比如说真的到一些林道里面去的话，基本上都是没有任何的声音的。你这样一辆车，然后声音弄得很大的话呢，就比较吵就各种小动物也会被你吓到嘛，对吧？那另外，不过还有一点就是，如果声音大一点的话那些各种各样的奇奇怪怪的动物被你吓到了，可以早点逃。那到底是声音好呢，还是声音小好呢，还是声音大好呢？这个对吧？都有优点，都有缺点。我是比较喜欢声音稍微小一点的。然后毕竟嘛，这个车的话，我在
那平时也是要用的。从住宅区出来的时候，声音小一点也是对我来说挺好的。然后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起步的时候，其实刚起步的时候力气还是挺大的，但是马上就要换到。马上就要换到1档里面，不然的话就比较慢。多换2个档，现在是3档里面，这个没有档位显示。不过这个速度啊，真的是非常的不错。125cc 的能有这个加速度的话，我觉得完全没有问题。现在只不过是这个轮胎，因为是越野轮胎，有点飘，这辆车速度上来了会有点飘。其他的话倒也还是不错的。然后这个握把也是挺宽的，整体这个龙头很灵活啊。这个龙头我甚至都不敢怎么去切它，我只能好好的让它保持这个直线，不然的话这辆车感觉直线的性能也是有那么一点点奇怪的地方的。我刚刚现在还没有习惯它，越野车这个越野轮胎大概都是这个感觉的。我现在有点慌，其实这个轮胎配上这么灵活的一个龙头的话，整个车的稳定性就跟我之前骑的这些车就不太一样，所以稍微还是有点慌的。不过另外还有一个就是这辆车应该是没有记错的话，应该是坐高910的话，我现在这个视点很高的话就能看到很多的东西。像前面这一辆车的话，我完全就可以越过它看到更前面的。这个龙头好灵活，这个握把加热太爽了，可以开小一点。现在我又闻到了之前我在很多的视频里面都会说到，为什么会闻到一股烧焦的味道？这东西我后面搞清楚了，它到底是个什么？它就是新车的味道，大伙们，新车的味道。新车就是有这种烧焦的味道的。新车的味道，好像一个变态。速度拉上来了之后，这个声音还是挺不错的，但是在怠速的时候，这个声音还是非常小的。这种能够变声音的，我觉得也是一个很好的设计的地方。以后的一些摩托车，感觉拉上来了之后，这个声音做大一点，然后在一般低速的时候，这个声音稍微做小一点。如果能够做到这样的话，真的是城市骑行里面非常棒的一件事情。不然呢，因为你住宅区里面出来就是扰民嘛。然后你骑在路上，你这个声音不响，别人又没有办法注意到你，安全面也是一个问题。所以这一辆车就感觉非常的不错。当然了，现在只是刚刚骑上来，说的这么一些东西之后嘛，再看一下，其实它有一个很有特点的一个地方，到时候停下来再说这辆车的时候再跟大家讲一讲吧。看看待会儿有没有，待会儿停下来的时候再说。现在的话就跟大家说一下这辆车的骑感。就那么一点点路，刚刚我骑下来的话，我现在是一点不满都没有。我觉得这辆车非常不错，真的是非常不错。骑它之前以为它动力应该有点不足的，但是骑上了之后125cc，感觉动力还是挺不错的。然后这个表上面显示的一些东西，其实就没几个东西，就一个水温，一个总的开了多少，然后一个速度表，一个时间没了，油表也没有显示嘛，档位也没有显示。然后把腿夹油箱的这地方的话，我感觉还是非常不错的，基本上很贴合我的身形，非常的贴合，大家可以看一下。这个高转机，这个高转的发动机在速度上来了之后，明显的感觉力量出来了，刹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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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很给力，刹车很给力，非常不错。我现在用的是一个手指捏的当然不是这样N 档，N 档这个其实感觉有那么一点点神奇，它没有进入 N 档的有那么一点点反馈，它就是没有任何反馈的。
很像那种飘在云里雾里的这种感觉，所以我也不知道它的 N 档到底有没有挂进去，然后是不是有点拖泥带水啊怎么样的，就有点担心。那 N 档进去的话，好像也是一下就 OK 了，也没有什么很难进 N 档啊什么之类的。试点高就是好，我现在发现了，这试点高真的是非常的不错，加上我这个人又大，看得好远。然后有一点，我觉得哪里稍微有那么一点点不是非常好呢，就是这个坐垫还是稍微偏硬了那么一点点，能够再软一点就好了。那不过像这种车的话，你也不能特别追求它这个坐垫有多软，毕竟是一辆不属于旅行的车。那脚的着地感，因为我1.85米，脚的着地感的话，就是两个脚跟都是能够踩到地的，因为我也比较重嘛，这样的话避震就会下沉的比较多一点。两个脚都是脚后跟都能踩到地。OK， 那么暂时我坐上来的话，就刚刚骑了这么一点点路，现在就只是这么一点第一印象。那么之后我们在下了车之后，我再跟大家介绍一下其他各个车上面有一些什么比较神奇的地方。这辆车神奇的地方其实跟一般的越野车还是有点不太一样的，这个东西还是大家看一下比较好。那么知道的人当然知道，不知道的人的话，这个还是一个比较新鲜的一个事情。OK， 那么我们停下来之后再说吧。现在我们已经到家了，然后其实现在天已经很晚了，所以车外观的一部分的介绍的话，就放到另一个视频里面去吧。之后再跟大家讲。反正今天的话就这么一个提车的视频。OK， 那么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，谢谢大家，拜拜。